上建起了新城区，这就是我们的漠河县县委县政府大楼。这是漠河综艺地带的国粹楼，在北齐市场北面。我们的主街之一振兴街，它是东西走向的通往西山广场和公园。这是中国漠河团，中国的漠河团是国家。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5.6火灾纪念馆哦，这是为了纪念了1987年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特大大火呢。火灾呢燃烧了21天，这个火灾呢燃烧了这整个面积呢达到56万公顷哦。投入的呢救火人员呢总共有3万多人哦。当时呢这一场算是浩劫生态浩劫造成了很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在1988年创建了这个5.6火灾纪念馆呢，来告诉人们呢说呢小心火烛啦，比如说呢，不要乱丢烟蒂啦，像这种荒漠的地方，你别小看一个烟蒂一根抽烟的烟蒂丢在草里面呢，有可能呢就让整个呢火灾呢蔓延了这个21天呢，所以最主要呢是来纪念呢，是来呢提醒人们呢这场火灾带来的浩劫，最主要呢也来告诉人们说呢，不要就是小心火烛啦那为什么一个大火呢要搞那么大的纪念馆？很多人觉得没有意义，但在我的看来呢，它别具意义。为什么？人们常常因为个人自我自私的一件小事，酿成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人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自私的小动作会酿灾，所以特别盖了这个。告诉大家别那么自私。他们工作在岗位上，保住1300多吨汽柴油，使32个大油罐安然无恙。危急的时刻，13个同志拿着湿棉被，他们爬上油罐，堵住了罐头，泄漏油气，阻止油罐爆炸。
也保护了很多人安全。好，大家谈谈当年的英雄。二战就在漠河县的桥北安端年。好的，大家看这位张日奎先生和潘兴武先生呢，他们在前几年。这个看来呢，也许呢平淡无奇的一个火灾纪念馆啊，但他一直不断的在告诉大家呢，在当时的救火的状况，在当时人们投入的心力啊，那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其实它隐含的意义呢，是在告诉人们呢，别做自私的事情很有纪念价值的地方记录了当年大火时候所有的经过不需要门票，它也就盖在了这么荒漠的漠河北极村如果说呢，今天它没有盖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不会了解也许这个东西，这一场火灾呢，盖在台湾我们可能会讲台湾火灾那么多，干嘛盖天宝逝世之后呢，森林里同样下一个木材，集材的拖拉机采伐用的，现在呢就成为民居永久的纪念物，就放在这里。现在来到的是李金庸的祠堂这个是漠河通往北极村金沟林场西部的一座山腰建在1898年、1935年，这个所在我们一定毁坏掉了再把它重建起来。在1966年呢，文革的时期又被毁97年再次重建起来，所以这里的地方看起来很新做新的这就是1997年的时候刚刚登记起来呢，2007年的时候刚刚扩建这个祠堂呢是茶则结构雕梁飞檐黑色的匾额上面还有5个金色的这一种算是大字写个李金庸祠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进来看看了。这个人物到底是谁？其实我们也没怎么听过但是呢来到东北嘛，当然了东北一定会把他当地比较具有特色著名的人物呢给我们看他是在18世纪出来的李金庸奉旨深入黑龙江漠河孤寒之地，开矿屯垦，对中国北方的黄金文化贡献非常大。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李金庸祠堂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呢，常常会听不懂或是看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一号人物。中国太大了，人物也太多了。你说没有水怎么淘金子和您说那用锹挖，1锹2锹深就出水了，然后可能会把就比如说是这么大一块地，把它挖一个小坑，它就出水了。然后这个料就放在旁边了，然后就把旁边这个中间我们看有一个小横缝是吧？这么摇完，金子是沉的，对，金子就留在这里了。破土又出水，直接就可以采金子，这就是非常原始的。对，又好聪明又不必拿那么远。那我们看采金子的工具。后马掌放在这里，这个有什么好参观的？和您说在早些年这边淘金子的人是很多的，但是不是你淘，你可以来淘金子，但是你是不可以把金子带出去的。那很多人淘到金子之后，他就偷偷的藏起来了，然后都被人发现了。那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律法的，如果你采到金子，把金子这个带回家，是必须斩首。当年真的是这样。那当时有很多人呢，就把金子藏在鞋底里面，然后各种藏，有的甚至都不要命了，都咽下去。对，就是把它放到满。所以在这里面，已经把你介绍的是李金庸这类人开创了漠河的金厂1898年呢，清政府从这边呢，在漠河的地方，你知道吗？光是在这边就获得了黄金2万两1895年呢，又获得了5万多两
但是当时的李金庸呢，因为清正廉洁，不辞辛苦呢，苦心经营哦。这个在当时他的手上，黄金的开采呢，达到了最顶峰的时期哈。当然呢，后来呢，在这边就变故了哈。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请光绪皇帝恩准呢，将今天漠河的金沟林场附近呢，设为李金庸的祠堂哦，建祠堂在这个地方哦，就是有功于国家啦啊。哇，这个以前的人呢就是这样啊，叫狗尾叫屌定哦。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哈，贪官哦，也是呢，从有人的世界以后呢就开始了哦。像清廉呢，为国捐躯的人呢，也是大有人在哈。事情呢都是一体两面的啦哈，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哦。观音山的风景区，我们从北极村黑龙江畔最明显的北极村，一直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观音山的风景区。无论如何，中国的宗教一样也达到了最北边哦。我们现在来到了观音山的风景区，那你观音山的风景区，想当然啦，这里面呢就一定祭拜着观音了。所以来到观音山呢，来到东北呢，你要有一种感觉，就是呢，我来这度假的，轻轻松松看这风景点哦，你甲看这顶悬阁有落雪，你甲看这几月份啊，搁咧落雪哦，若有机会呢，冬天到东北看卖哦，你若体力会使，到冬天到东北看卖哦，体验一寡哦，零下20-30度的感觉哦，这个所在呢，无水泥，土地依然能够呼吸。质朴、自然，在非常美丽的空气当中，新鲜的空气当中，美丽的景色当中，看着东北。
满归地处在中国大兴安岭北纬52度的地方了，这里已经离开了东北的区块，这里进入了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的根河市。我们从漠河要前往满归，满归也是根河市境内最北的一个城镇哦。满归镇距离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呢，其实只有100多公里哦。哇，这是谁啊？在你家门口放大炮啊？gay 啦哈，假的哈，这是假的，最近流行了，这是假的，那满归呢，这个地方呢，春秋两季啊，气候其实还蛮凉爽的，但是因为它也是在高纬度哈，所以呢，它的全天候呢，有一半的时间以上呢，也是结冻期哈，弄了谁改变哎。那夏季的白天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哈，冬季白天的时间呢，在冬季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短哦。夏季偶尔呢会出现日不落的情况哦，这个日不落其实还是有落，但是可能太阳在1点到2点的下山了，4、5点又起来了啊。那满归镇呢，以汉族人为主哦。当然呢，在这个地方还有蒙古族、温尔克族、俄罗斯族跟回族等少数的民族。这个地方呢，经济的收入呢，主要来自于这个地方，是因为呢，林场非常的丰富，林业产品的加工、采伐等等呢，在这边呢实行的呢，是最不一样的啊，但也是它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哦。但是这几年来，由于中国实行了天然资源的保护工程哦，所以呢，现在的这边呢，它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满归的激流河大桥。其实它看起来是非常趣味的一条路线哦。你那手边哈有地图哈，你把它打开来，你去看看地图上的漠河，跟看看地图上的满归这2个地方啊。其实呢，它就沿着中国东北跟内蒙最边境的地方，几乎就是在跟俄罗斯交界的地方。我们的旅游路线是这样子走的，很特别啊。当然了，这一趟路上呢，洗手间也就比较少一点了啊。现在大家停在这个地方啊，远远一看呢，那2间小小的就是洗手间啊。在国外旅游，尤其是在这么大的地方啊，你说呢？这找个厕所当然不太方便哦。